今天我买了1斤五花肉，我们来分享一个豪华海鲜肉粽的做法。包粽子的肉呢，不要选太瘦的，像这种有肥有瘦的，吃起来才香。我们先来给它腌个底味，加入红烧酱油、1勺蚝油、一点点盐、少许白酒，再来点胡椒粉，还有1勺淀粉，给它抓匀，腌制1个晚上。腌这个肉的味道呢，要比平时煮菜稍咸一点点，腌制1个晚上，它吃起来会更香。现在天气比较热，一定要放到冰箱去冷藏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洗糯米。这个糯米呢不需要浸泡，直接清洗干净就可以。糯米淘洗干净了，稍稍把水沥干。然后我们来给糯米腌个味，加入酱油，1勺盐，给它拌匀。这是我提前3天放到冰箱泡发的鲍鱼，来给它焯一下水。水开倒进去焯水2到3分钟，然后加入姜片跟料酒去腥。海鲜粽的食材除了有五花肉跟鲍鱼，我还准备了虾仁、莲子、咸蛋黄、香菇、元贝。粽叶我今天用的是这种传统的粽叶，用水煮2到3分钟，它就不容易断裂了。然后清洗干净再用。取2片粽叶光面朝上，然后呢尖角的位置给它重叠在一起，再窝一下，窝成一个漏斗的形状。手呢扶着这下边，往漏斗的底部呢舀入糯米，给它铺平，不要垒得太高。中间放上五花肉，然后是咸蛋黄，鲍鱼来2个，莲子1小勺，几个香菇片，虾仁，然后是元贝，再盖上1层糯米。把糯米给它铺平，把这边的粽叶往下盖，侧边这里呢给它折进去一点，才不会漏米，然后压下来，折出一个角。另外一边也用同样的方式给它折下来。多余的这个粽叶给它稍微捏一下，然后往后面一折，最后用绳子给它缠紧，大概绕个6、7圈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里给它打个结。2斤糯米一共包了17个枕头粽，现在就可以下锅煮了。加水没过粽子，然后大火煮开，转小火要40分钟。全程只用了1个半钟，我们的海鲜肉粽就已经煮好啦。海鲜粽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。我们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虽然只煮了1个半钟，但是呢已经煮得特别软烂了，很香软糯。这里面的五花肉呢已经煮到出油，一点都不腻哦。喜欢的朋友趁着端午节赶紧做起来试试吧。包好了自己吃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特别有面子哦。这里面的料是超级足的，这咸蛋黄满满的油，超级香。今天花了30块钱买了这么多粉肠，我们来做一个福建的特色小吃套肠。先来把这些油脂给它剥去，撕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点，不要把这个肠子给撕裂了。粉肠剥去油脂了之后，我们来清洗一下，加入1大勺淀粉，多一点的米醋，然后里里外外给它抓洗干净。翻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借助筷子这样子给它戳进去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套肠啦，找到粉肠的2头，左边的这一头呢穿1根筷子进去，大概套到筷子的这个位置，然后呢穿到另外一头去，把这一头的位置给它抓紧，筷子拔出来，手抓着右边的这个肠头，然后筷子就这样子拨动，它肠子就往里面套了。就这样子轻轻的拨动，直到它转不动为止。这样一个套肠就做好了。然后用牙签把这个口给它固定住，然后再拿一根牙签在上面扎一些小孔。粉肠套好了，冷水下过来焯一下水，再加入1块五花肉，加入姜片跟料酒，然后调大火煮开。焯好水来捞出来清洗干净。
接着我们来起一锅卤水，锅里准备2000毫升清水，在底下呢放一张竹垫子，防止粘锅。再加入红烧酱油、鱼露、白酒、冰糖，还有食用盐，然后是一小把南姜、蒜头、几颗干辣椒，还有一包秘制卤料包。盖上盖子，调大火煮开，转小火先煮5分钟。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套肠跟五花肉放进来。盖上盖子，小火卤煮40分钟，关火了之后呢，再焖30分钟。时间到，套肠跟五花肉都已经卤好了，把它夹出来，稍微放凉了就可以切块。这五花肉呢也卤的颜色特别红亮，切的时候要小心，有时候它会喷汁的。做好了之后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一层一层的，所以叫套肠。吃起来特别香，口感也很好。这五花肉闻着就香啊！特别香的卤套肠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今天本来是要去市场买海鱼的，结果发现这个蛏子特别肥美，我就改变主意了，买了1斤多的蛏子。买的时候这个蛏子还不是很干净，你看。我养了半天，出来很多泥沙，现在来给它清洗一下。蛏子的壳有很多泥沙，要用牙刷给它刷一下。这侧面有一条膜要给它撕掉。接着我们来煮一些黄酒，小半碗就好，再来小半碗清水，给它兑开。黄酒煮一下呢，可以挥发掉一些酒精度，这样子小孩子也可以吃。煮滚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。接着来处理蛏子，把背部连接的这个地方给它剪开，再触须向下把它摆在碗中，立起来，然后再把放凉的黄酒淋上来，从每个蛏子的身上淋下去，再撒上少许盐，不要太多。还有一小把姜丝，水开了放进去隔水蒸10分钟，全程用大火哦。好了，时间到可以关火。这是福建的一个特色做法，叫老酒叉蛏，吃起来汤鲜味美。这蛏子呢特别肥厚，超级美味哦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。夏天到了，又到了吃紫苏的季节。今天我买了一大扎，把这些叶子摘下来，然后清洗干净。紫苏洗干净了之后沥干水，然后我们给它切碎。再来准备1斤砍好的鸡块，加入一些姜丝，然后来调一下味。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少许盐，一点点鸡精，还有1勺淀粉。然后给它抓匀，多抓一会儿，鸡肉容易入味，然后再腌制20分钟。鸡肉腌入味了，我们加上切碎的紫苏，再淋上花生油，然后给它抓匀，就可以上锅蒸了。然后把鸡肉码在盘里，尽量不要垒得太高，这样才容易熟。锅里水开了再放进去，大火蒸15分钟。好啦，鸡肉蒸熟了，可以出锅。哇，闻起来好香哦！这个紫苏跟鸡肉这样搭配呢，吃起来是又嫩滑又香。就是鸡汤拌饭呢，也是超美味的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。我们先提前剁好一些姜蓉，然后把这个姜汁给它挤出来，然后把它打散，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。接着我们再来一把葱白，然后调一下味，加入盐，一点点鸡精，先给它拌匀。我们泼上热油，激发出这个姜的香味，就把葱花加进来，等会再泼一点点热油，
搅拌均匀，我们这一份酱油也就做好啦。这份酱油呢，用来蘸白切鸡或者白切鸭都特别好吃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吃草鱼腩，洗干净了给它沥干水，然后来腌一下，加入刚刚调好的酱油，少许生抽，再来点点盐，一勺淀粉，然后给它抓匀，先腌制15分钟。鱼块腌好了，我们把它摆在盘里，然后再把我们调好的酱油给它铺上来，摊开一点，水开了，上锅大火蒸8分钟。时间到，鱼已经蒸熟啦，可以出锅。再来一撮葱花点缀一下，就可以开吃啦。这道蒜蓉蒸鱼呢，它吃起来特别的嫩滑又下饭，一点都不腥哦。喜欢吃鱼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个做法，特别美味哦。大家好呀，今天我们来吃排骨。今天的排骨呢，我买了有3根，我一般会选这种肉质偏红一点的，这些吃起来比较嫩。我们先来清洗一下，加入1勺淀粉。再来一点点清水，给它抓洗一下，先抓捏一会儿，然后再用清水冲洗。用淀粉进行抓洗，可以很好的洗去排骨的血水，而且它煮好了之后吃起来会更嫩。洗干净了，把水分挤干。接着我们就来腌制一下，加入生抽、盐、少许胡椒粉、1勺淀粉。先给它抓匀，抓匀了之后再来一点食用油，锁住水分，再次抓匀，腌制30分钟。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来打2个鸡蛋，加一点盐，有个底味，然后把鸡蛋打散。排骨腌入味了，我们再来起锅热油，小火慢煎，来回给它多翻动一下，才能够受热均匀。两面煎到微微金黄，然后盖上锅盖，给它煎煮2到3分钟，切记一定要用小火哦。你看到底下把排骨的油脂都逼出来了，所以煎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放太多油。煎这个排骨呢，我们给它反复翻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煎煮个2、3次，它也就熟啦。然后把鸡蛋液淋进来，盖上盖子，再煎煮1分钟。好啦，时间到啦，再撒上一把葱段，翻一下就可以出锅啦。做法简单又好吃的鸡蛋煎焗排骨，吃的超级香哦！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平时牛肉丸呢，我们都是用来煮汤、打火锅或者烧烤。今天我们用它来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。我们先来准备一个灵魂酱料，1小勺的辣椒面，少许蒜末，红的辣椒圈，青的辣椒圈，再来点熟芝麻。然后泼上热油，激发香气，再来调一下味，加入生抽、蚝油，一点点盐，一丢丢白糖，少许香油，然后给它搅匀，放一旁备用。然后我们来拍一根黄瓜，一般我喜欢用保鲜袋把它套起来，这样拍的时候才不会汁水四溅。用这个方法拍出来的黄瓜，连砧板都不用洗了。接着我们来处理牛肉丸。1颗牛肉丸给它切成4片，然后把切好的牛肉丸冷水下锅给它煮熟，盖上盖子，熟得快一些。水开了之后再煮1到2分钟就熟啦。捞出来沥干水，再稍稍放凉。煮过牛肉丸的汤呢，不要浪费，我们加一把丝瓜。
可以把菌菇煮出来，汤呢特别鲜美。这汤煮个5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再来调一下味，加入盐、胡椒粉。这个汤呢煮出来特别甜，连味精都不用放了。然后我们就来处理牛肉丸，把这个牛肉丸呢放到青瓜里面，再加入花生米，然后就是我们的灵魂酱汁，全部淋进来，给它拌匀。最后还要再来一把灵魂香菜，拌匀就可以开吃了。哇，我已经流口水了。2个人的中午饭，有菜又有汤，再炒个青菜，简单的一餐就做好啦。特别是这个凉拌牛肉丸，吃起来 Q 弹清爽又下饭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周末回乡下带了不少青菜回来，今天就用这把韭菜来分享一个早餐饼。先把韭菜清洗干净，韭菜洗干净了，稍微沥干水，然后把它切碎。切好了之后，加入60克面粉，然后给它拌匀。先加入面粉，包裹住韭菜，等我煎的时候不容易出水。再加入1把虾皮，3个鸡蛋，还有1小勺盐，然后给它拌匀。给它搅均匀，搅到看不到白色的面粉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起锅，刷上一些油，油稍微多一点。韭菜呢，它油多，煎的才好吃。锅里稍稍有点温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放进来。再给它稍稍定一下型，这样煎出来会更好看。底部稍稍定型，给它翻一下面。记得要火小多翻动，这样才不会把韭菜煎得特别黑。两面煎到微微金黄就可以出锅啦。简单美味的韭菜鸡蛋饼，早上花个10分钟就可以做好一大盘，小孩子特别爱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